陷入因误出问题而引起滑胎的情况。敬请历届领导教职工校友回校相聚，愿点不周，望互相转知。大沙学校会举行校庆活动，敬请历届领导。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什么事儿啊？咱们租出去那套房是不是到期了？干嘛呀？到没到期啊？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什么事儿啊？本节目由林彪。那我说到期了，咱们就不再租了啊。为什么？那还用问吗？给我妈住。明天一早啊，小强就去接我妈，我过去把房子收拾收拾。我妈来了，让我妈住，行吧？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什么意思啊？前2天，那个租客刚找到我，说要续2年的约。你知道现在房租都飙升了，我就跟他提出来，你如果每个月多给我加800，我就把这房子租给你。哎，没想到人家还同意了，那合同就马上签了呀。现在1个季度的租金他都已经交了。联系人郭树华、黄真，联系电话83797349，广州市79中学。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前2天啊。那都2天了，这事儿你都没跟我说呀？你干嘛呀？至于吗？这么大声嚷嚷。看你生什么气呀？妈要回杭州，你能不能事先告诉我？你要是早跟我说，这房子我就不租出去了。合同呢？你把合同拿来我看。合同在我单位呢，那个租户是去单位找我签的合同，我回头拿给你看啊。咱们家什么事儿都是你说了算，你都习惯了，你跟我商量没有啊？这我想让我妈住这儿，好，不欢而散；想让我妈住咱们那套房子吧，你又租出去了。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把我妈推到小强家去。我是长子，我是当儿子的呀，这么多年我孝敬过我爸妈，亏欠我爸妈这么多，我真要跟佛教说的有来世有因果，那我只能变成牛马去报答我妈了。行行行，看把你给伤感，不至于的。其实你没发现啊，你妈不爱住在咱们这儿。那首先，她不待见我；其次，她跟我爸2个人思想啊、生活习惯各个方面都不一样的，非把他们成天圈在一个屋檐底下，时间长了也别扭。其实，也就是你老希望妈在身边，你怎么没问问她自己的感受啊？那老人院呢？那这么多老人住在老人院，不别扭死啊？哎呀，那些老人他是没办法，那无儿无女的，你妈又不是，你妈有3个孩子。你行了吧？你说明天我妈来了住哪儿？又不是小香去接她吗？肯定还住小香那儿呗。哎，好了好了好了，妈要是愿意来咱家住，我没意见呀，大不了还住小区这屋呗。两位女士，续约合同已经打印好了，没问题可以签了。哎，好。哎，我能不能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这个出租日期能不能提前10天？因为我们家先生啊，他不想租了，我到时候就跟他说，我早就租出去了。好。好，那没问题，我们这边签字。好。化解了危险，人们可以记住感谢，谢谢，谢谢你。
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警察人生节目。小香啊，你回来啦！妈，想你了没？妈，小薇没了，回头我再给您抱一只。哎呀，算了，多可爱的小生命啊，就在我眼前没了。我跟燕燕呢在那聊天，我疏忽了，我没想到她就跑到马路上去了，都是我的错。哎呦妈，这怎么能怪您呢？这是意外。是我的错。我以前以为啊，我样样都行，现在我才发现啊，我样样都不行，我连一个小薇我都保护不了。你说，你还再给我抱一个回来，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可经不起第二次打击啊。那行，妈，走，给我收拾东西。干什么？我接你回杭州，不能让你一个人在家待着了。哎呦，你算了吧，你折腾我呀！你爸周年快要到了，我不要跟你去杭州。我爸周年，我们再陪您一块回来呗。哎，你来了，没说陪妈好好的住2天，然后就风风火火的要赶着走。那走你就走呗，你收拾我的东西干什么呢？你收拾了我也不跟你走，哼！你不去也得去，由不得你了。你还想绑架我不成？对，我就是要绑架你。反正我跟你说，我今天晚上要赶回去准备材料，我明天一早还要录节目呢。那你要不回去的话，那我也不走算了。任务完不成，你就让电视台把我直接除名得了。出名就出名，还威胁我。那好啊，有你这句话，我以后就不用上班了。我啊，以后就待在家里，吃你的，喝你的，当一个单身的啃老宅女，想想就爽。喂，哥，我们快到了。啊？哦，好，那一会儿见啊。我跟我嫂子都等着呢。妈，你累了吧？我还好，小江累坏了。小香啊，就是太能干了，是个女汉子。嫂子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我当然是夸你。妈上去吧。我还在带着呢。哦，在车上我忘了。你先上去。你先上去。哎，行，走吧，走。小香。啊。对不住啊，我是真不知道你嫂子又把房子给租出去了。昨天你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就估计是你一厢情愿，所以呀，我也没跟妈说。哎，行了，没事儿，哥，妈住我这儿我也高兴呢，正好给我做伴呢，你放心吧啊。回头呢，你就带小居他们常过来看看妈就行啊。走吧，陪我去拿东西。啊。妈，哎，吃点水果，我给你削个苹果吧。我不吃，不吃。哦。
给你倒杯水喝啊。徐丽啊，你别忙了，你过来坐着吧。啊。哎，谢谢。妈，你要是在小香这儿住烦了，还可以回我们那儿住几天。那么麻烦干什么？这次要不是小香啊，硬把我拖来，我住在那边好好的，你看。啊。大月啊，你看你们跑来干嘛？回去吧，啊，小居快要放学了。啊，是啊，哥早，你们回去吧。没事，不急不急。那行，妈，我们先回去。其实也不急，妈，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过来也很方便的。好的，好的。妈，我们走了。那我们先走了。走了，走了，走吧。妈，你注意身体啊。咱俩晚上吃啥呢？有什么吃什么吧。喂。哎，于桃。啊，那个。哦，现在啊。哦，好，那我马上过去啊。哎。妈，台里有事儿，领导让我赶紧过去。那就过去呗。那你晚上吃饭怎么办？冰箱有什么我就吃什么。啥也没有。那一会儿出去买点啊。你不许凑合啊！我走了。好。乖乖吃饭啊。哎，开了一天的车了，可得小心啊。啊，知道了。儿女都有儿女的忙。宋玉华感到，无论搬到哪个家，其实都还是自己一个人。这一期收视下滑，我承担责任。责任肯定是要承担的，不光是你，我作为频道总监，一样要承担责任。沈香啊，我呢一向是看重你，也是支持你，但是你不能再给我掉链子了吧？不然，后果你是知道的。我明白。小香啊，这妮妮的幼儿园在这个什么位置啊？啊，指给我看一下。不是，你指一下，然后你就忙你的嘛。啊。等等啊，一会儿马上。
妈，我刚才没听见，您再说一遍呗。您别走啊，您跟我说一下，您到底说什么来着？不是，妈，妈，您别不理人呐，我真没听见您说什么，您再跟我说一遍呗。你现在牌大了，哎呦，了不得了！我在旁边跟你说话，你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不是的，妈，我刚刚在全神贯注的做那个节目策划案呢。您不知道这一期收视率下滑了，那个我压力特别大，台领导要撤节目呢。你既然这么忙，你把我找来干什么？算了，你去忙你的工作吧，我回去了，我不在这儿给你添乱。哎呀，不是，怎么会是添乱呢？妈，你别太敏感了，行吗？您说一点小事您就不高兴了，您说您这么敏感，哎，怎么把我生的这么迟钝呢？是不是？连老妈在耳边说话我都没听见。哎呦，真是罪过呀，罪过！可是您说这怨谁呢？这怎么怨到我头上来了？我只是问你，妮妮的幼儿园是在哪条街上？你是带我去过，可是我忘了。哦，这个我知道。来，妈，我告诉你，这我知道。来，这儿，看啊，在这儿呢。哎，离咱家特近。那小居的呢？小居的就离咱家有点远，在这儿呢。这儿。哦，在这边。这边呢有一个博物馆。在妮妮幼儿园呢。哦，那我马上过来。咦，你过来干嘛呀？我路过。多事了。阿姨好，小凯你好。阿姨，小薇的事我听说了，您节哀啊？这都是命运。我去了。下班我回家取资料。一看你不在家，原来回来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嘛。我想你，你看，这是我给他做的，他最爱吃的烧麦。这东西做起来挺费劲的，你说你非做它干嘛呀？满大街的餐馆，你就不能去饭店买一份吗？
是外婆的爱心，外面买的能跟我比吗？哎呀，坐在这儿啊，我就想起你姐了。你看看她，一天到晚的哭着喊着，要妮的抚养权、监护权。哼，结果呢，跑去结婚了，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她有关心妮吗？哎，你说，她是不是1、2个月都没来看过孩子了？哎，姐肯定是忙呗。忙？哼，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呢，不管上不管下，就拿忙当借口。你忙什么了？忙国家大事啊？说穿了，不就是忙着挣钱吗？那钱总是要挣的吧？现在这个商业社会，没钱寸步难行。不过我和我姐可不完全是为了挣钱，我们还有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比如说著名的灯光设计师，著名的电视人。不就是争名争利呗？刘凯，阿姨说的对不对啊？妈，这不是争名争利，这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怎么说你都有理啊！这是你跟我爸教导的。哼哼。妈，这离妮放学还有1个多小时呢，天儿这么热，你就这么等着去啊？既然来了，当然要等了。哎，你们就去忙吧，我呀丢不了啊。走吧。那我们去台里了。孩子见。再见。淘气。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哎，多好的一个孩子。我说，你妈虽然住你这儿，但内心还是很空虚啊。就是，自从我爸走了以后啊，我妈觉得自己就像是折了翅膀的鸟，再也飞不起来了，只能在地上哀鸣。你这个形容挺贴切的。你看《动物世界》，鸟类是对伴侣最忠诚的，所以才会有在田园做比翼鸟这样的佳句。现在还有谁像我们父母那样坚守做比翼鸟呢？大多都是同林鸟，也别说什么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是稍有不满意就各飞各的。就和你姐一样。就是，一结婚连孩子都顾不上了，哎，害得我老妈成天为他操心。哎，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期关于空巢老人的节目啊？真的可以哎，你行啊！老师辛苦你了。你俩再见。想我朋友没有啊？外婆啊，给你做了烧麦啊，这是你喜欢吃的。来。这个，来，哎呀，用，哎，好不好吃？好吃。
好吃啊，外婆做的好吧？慢慢吃，乖乖。爸爸来了。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想妮妮了呗，你看我给她做的她爱吃的烧麦。哎呀，看见了妮妮呀，我就觉得你把她照顾得真好，啊，我这内心就踏实了。妈，看您说的，妮妮是我的亲闺女，我不疼她疼谁呀？对呀。妈，别坐这儿了，到我家里去坐一会儿。不用了，你们走吧。要不我送你？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很方便的。来，把这个带回去。对，我们说再见。外婆再见。再见。妈，路上小心点。好。妈，你快回去吧。外婆再见。多好的男人啊！刘凯提议做一期关爱空巢老人的节目，大家觉得怎么样？这倒是当下的一个社会问题。不过现在的电视节目都讲颜值，老人上去会有人看吗？我以前做过一期空巢老人，苦哈哈的，收视非常不理想。好，那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体验啊。我妈呢，她是一个典型的空巢老人。我觉得呢，关爱空巢老人不单单要表现她生活困难和精神空虚层面，还应该表现出积极向上、温暖的一面。看完这个报道，我觉得有戏可听。空巢老人征友记，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不错，你们觉得呢？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做一下策划。好，开动，走。小香啊，妈，你什么时候下班啊？哦，我跟同事正在赶下一期的节目呢，今天回去得晚了，你先睡吧。那好，注意身体，别忙得太晚了啊。放心吧，妈，回头录节目的时候啊，我要带你去看，指导一下我们工作哈。就你会贫嘴。挂了啊。好，赶紧去忙吧。这底下好大哦！
也不错了。嗯，一会儿让那个人知道。啊，谢谢。谢谢啊。阿姨，你先坐，你拿杯水。哎，好。你也是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哎，啊，那我先去忙了啊。好。这是我女儿做的节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金色舞台，我是主持人田小禾，欢迎大家来到演播现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据统计，到2016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2亿，并且每年以将近1000万的速度增长。其中，空巢老人在城市占60%-70%，农村占50%多。那么，这个社会问题是需要国家、社会、家人来共同面对的。下面我们有请一位神秘嘉宾，我们来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请大家欢迎。郭老先生好，请坐。好嘞。你为什么跟着我？哎，大妹子，你别害怕。什么大妹子？我不认识你。他在我们台文艺频道举办的百姓摄影大赛中获得了老年组的摄影冠军。郭老，您今天打扮的很潮啊。潮吗？嗯。这是我网购的。哟，那您这就更潮了。这当下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您是一点也不落后。当然了，作为21世纪的中国老人，那就应该越活越潮，这才像个样子。郭老，那您今年高寿啊？古来稀。都70多岁了，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您啊，活力四射，保养得太好了。那么郭老，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当然有了，我也是空巢老人，一个人住，一个人吃，都10几年了，但是我没有那些什么忧虑啊、孤独啊、寂寞呀那些烦恼，我倒有一个烦恼，那就是时间不够用的烦恼。因为我觉得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呢。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啊，郭老在刚退休的时候查出了癌症。不过呢，正是因为他的乐观豁达，他不仅战胜了病魔，还重新找到了人生的第2春呢。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个癌症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它就是身体上的一个慢性病嘛。我认为我们老年人最可怕的不是身体上的疾病，而是心理上的疾病。我把它叫做放弃。认为老了退休了没用了，就慢慢的混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放弃了生命。说得非常好，郭老，那您今天来到演播现场，有没有给我们观众准备什么惊喜呢？我原来本打算拿一些我的摄影作品给大家看一看，可临来之前呢，我就改变主意了。我发现了一个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的作品，他的题目叫《年轻》。哎呦，我非常喜欢，我就想把这200来字的散文，像诗一样的献给大家。好，那么下面我们大家欢迎郭老为我们朗诵散文《年轻》。年轻，并非是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是粉颊、红唇和体格的健壮，它只是心灵的状态、头脑的意念，它只是创作中的潜力，是情感的勃勃朝气，它就是生命之泉在欢快的流淌。年轻意味着我们放弃舒适的生活去闯荡，意味着我们具有胆识和气魄去超越羞涩、忧虑和欲望。而60岁的男人
可能比20岁的青年更拥有这种锐气。每个人都不仅仅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衰老，只有理想的破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但却不可能在灵魂上刻上一丝的痕迹。恐惧、忧虑、缺乏自信，才使人们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不管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对生命的浪花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的心中，都有一个无线电台，它在不停地捕捉着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那你就会年轻。一旦这个电台倒塌，我们就会被悲观失望的冰雪严寒所覆盖。不管你是20岁，你即使只有20岁，你也已经老气横秋。然而，只要这个电台在不停地捕捉美好向上的电波，即使你到了90岁告别人生的时候，你也依然年轻。谁呀？小青。谢谢啊。小青。哎，咱们好像见过面对吧？啊，对。哎，你当时还把我当成坏人了。嗯，对不起。你怎么在这儿啊？哦，你是当观众的吧？对，我女儿在这儿上班。哦，那就好，那就好。呵，我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哎，小象。郭老。哎。怎么样？受教育没？哎呦，瘦了。听郭老师朗诵，我觉得年轻了很多。哎呦，你要早来几天听我朗诵，你就不至于在公交车里伤心的抹眼泪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2、3个月前吧。那你为什么要在公交车上抹眼泪啊？过去了。你们两个之前认识啊？见过一面，现在认识了。你妈妈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哎呀，对不起啊，那是一场误会。对不起。没事，走吧，到前面坐一会儿，在茶座上。是。你下班了吧？回家吧。哦，妈，我现在回不去，要不然你一个人打车回去。好吧。这不用了，到茶座坐一会儿啊，我请你喝茶，消除误会。哎，妈，你去吧，跟郭老聊聊天挺好的。走。郭老，照顾好我妈啊。没问题，走。你说上次，你说咱俩这简直误会大了。那天在公交车上，我看你那样子，我就想，这位大妹子肯定是受了很大委屈了，又说不出来。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这个人喜欢观察人，什么人什么事儿，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哦，那你看看，我是干什么的？你不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就是个伟大的人民教师。你是看相的还是会算命的？那倒不是，人不说嘛，人老成精啊！啊，我是凭着我的阅历和观察，你就看出来了呗，对不对？对，我是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你看怎么样？我眼力不错吧？啊，看得很准。你老伴儿怎么没来呀？他去世快1年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我老伴儿也去世好多年了。不过我觉得很好啊，你活得很潇洒。嗨，人都活到这么大年龄了，什么事儿都想得开，放得下。你说这生老病死，
就是个自然规律。人总得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吧。有的人寿长，有的人寿短，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你就说我吧，查出了肠癌，家里人都觉得天都塌下了。那我说这算什么呢？不就多长个东西，把它割了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哎呦，我看呢，有些人就是被病吓死的，对不对？你的心态好啊。对喽，一个人呢，就是要有个好的心态。第一，要自得其乐；第二，就要有一群好伙伴，说到一起，玩到一块儿；第三，要有事儿干，要有追求。那些人呐，什么成天的都是这个孤独啊、苦闷呐，哎呦，简直是烦恼啊！我看呢，那都是闲出来的。哎，你现在学什么呢？老了，学什么呢？哎，书法呀、舞蹈啊，哎呦，好多好多，这老年大学都教的。我呀，是住在县里，到杭州来呢，是在女儿家暂时住住。我哪有固定的时间上什么老年大学啊？现在老年大学到处都是。哎，你看我，学摄影，那就是走路吧，走路就能减肥降血压。学摄影得有天分吧？你看看，你看，你现在又没有自信了。以后你就跟我走，不管到哪儿，咱俩结伴而行，好吧？哎呦，对不起，这个我要回去了。不，这茶喝第二遍才好喝呢。你别。不是，我外孙女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啊，哎，对不起了，哎，对不起。这，谢谢啊，谢谢你的茶。哎呀，可惜喽。这老太太不会生活。伟明啊，哎，我只是提醒你，我那些花盆啊，你可得记着浇水哦，否则就干死了。哎，谢谢啊，问候你妈好。好，再见。妈，怎么样啊？今天和郭老师聊得开心吗？还行吧，聊了一会儿我就走。哎，怎么没多聊会儿呢？那老头可乐观了。乐观是乐观，可是我觉得太轻浮了，你没看出来吗？哼，纯属老来俏。妈，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俏一点，这叫潮。妈，你太保守了。你没听那个郭老师朗诵的那篇散文吗？你我永远年轻。哎呀，花开花落年年有，人老不会返少年。哎呀，妈，我看你在现场挺感动的，怎么一回到家里，怎么又变回去了？白让你参加了。谁不想年轻啊？但是活到什么岁数，就得像那个岁数的人，不能太轻薄。郭老可不是轻薄之人。他不轻薄，那为什么刚认识他就要拉我去摄影呢？他拉你去摄影了呀？哎呀妈，你行啊你太有魅力了！这把年纪还有老头追，你胡说什么呀你？你跟我说实话妈，你是不是用你那双无辜的大眼睛跟人家滋滋放电来着？你妈是那样的人吗？反正妈。这点我得像你，到哪儿都有爹莲花，不像我跟爸，到哪儿都没人疼没人爱。你爸没人疼没人爱？爸他爱你多一点吧？是，都爱到啊成小心眼儿了。哼，人都走了，还托梦给我，送我一对耳坠子，还告诉我啊这个
耳坠子啊，这个耳沟太长了，小心刮破了脸。什么意思？你看，爸多爱你啊！他人都走了，还托梦给你，惦记你。像爸这样的男人，这世上还有几个呢？哎呀，所以呀，我到现在都没嫁出去，都是我爸闹的。你说我见一个男的就拿他跟我爸比，见一个男的就拿他跟我爸比，那谁能比得上我爸呢？是吧？所以我也想明白了，那比不上咱就不比了，把我爸搁心里。我们要继续开展新的生活。哎，你说来说去，怎么让我去开展新的生活？你呀，你要是嫌我了，你就说呀，把我送回去。妈，我说的新的生活，又不是要把你嫁出去，我是只要给你报个老年大学，学点什么的。好话不好好说。哎，不是我不好说，是你想歪了。多想了。好了，言归正传，你想学点什么呀？不知道呀。那你有什么爱好呢？让我想想啊。哎妈，你以前字儿写得好，要不然学书法吧？好，那就报考书法班。就这么定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哎，今天好不容易穿得那么整齐，我们出去吃。走走。妈，你今天真美。你就应该每天都这么穿，是吗？妈，真不用我送你进去啊？不用，我又不是小孩子。再见。咱们节目网上直播在线人数相当高。哇，哎，没想到这么个老年节目还引起了社会话题啊！毕竟中国有2亿多的老人，这是电视最大的收视群啊。我们改版做老年节目啊？香红啊？不，老年节目也可以有全新的概念。对，对。别的电视台讲老年节目，讲养生，讲养老，我们不，我们关注的是老年的精神层面，讲心灵解放。我赞成。就这么干。妈，我回来了。哟，练上了。那不错嘛。照他写，谁不会呀？哎呦妈，你别谦虚了，写的真不错。加油啊！哎呀，小香啊，你说，小居12岁了，本命年哦，而且又要升初中。哎，你说，我们要不要去你哥嫂家问问，要不要给他过个庆生会？他们都不过来看你呢，你跑过去看他们，那是个理。哎呀，人家不是忙嘛，我闲着也没事儿。啊，我不忙了。好，好，好，你忙你忙，我自己去。哎呀，说到这个忙啊，你哥啊才是真正的忙呢。一回到家呀，袖子一挽，围裙往腰上一围，就进厨房做饭了。然后还要给他老丈人又是洗澡搓背的。嘿，你看这徐丽，还嫌她呀，老公没把官给提上去，还冲着她发脾气，有这样的人吗？就是，甘蔗哪有2头舔的？哎，又想老公伺候着，又想老公升官发财的，好事都让他占尽了。开门。
你有良心，妈刚说到你就来了。是吗？啊，母子连心啊，妈对吧？对对对，我们刚刚还在提小军呢。啊。他要升初中，快考试了吧？对呀。哎，就这2天了。这字儿啊。字。哎。那个，小军他妈说了，说如果他能考上一个好的中学啊，准备给他买一个平板电脑，算奖励他。啊，这么奢侈啊？哎呀，他看着别的同学有，他眼热。小孩儿。妈，那个我想啊，等小菊考完试了，请你还有小尚上我们家去吃顿饭，就算是庆祝小菊小学毕业，行吗？行。哎，这妮妮也该上小学了吧？啊。不知道这个梅子有没有替她想找一个好的学校？给你姐打个电话。喂，小象。哎，喂，姐，妈有重要的指示啊。我在路上呢，马上到家了。啊？哦。我姐已经到杭州了，一会儿就到家。哎呀，今天齐了，说到谁谁就到啊！真是好日子，好日子。到啦。哎，妈。妈，有什么重要指示啊？别听他瞎说。姐，到了。哎，哥，你也在啊？今天周末了。我来看看妈。哎，你去看妈写的字儿，快升大书法家了。真的？干嘛？你有什么好笑的？我是好久没写了，所以现在才不怎么样。哎，我现在在上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交钱的。妈，我觉得挺好的。重在坚持啊！等我老了，我也去学学书法。也有很长的时间没来看妮妮了。妮妮都说你不要她了。这话肯定是他爸教他的吧？哎，你别冤枉海清哥啊！你是好久没回来了吗？妈，你瞧瞧。陈海清有同盟军了，我帮你们去啊！哎呀，不用不用，我哥呢，还有事跟你商量。妮妮要上小学了，你是怎么考虑的？人家徐丽啊，成天都在忙着小区升中学的事儿呢。你这个当妈的，难道一点都不想啊？妈，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妈。我想把妮妮带走。带走？啊，人家陈海清愿意吗？妮妮，我带你去看小蝌蚪，好不好？好。妮妮看，看到了吗？啊，这个地方。看到了。小蝌蚪，干嘛呢？找妈妈呀。你得小心点。喂。喂，我到杭州了啊，明天见一面吧。没这个必要吧？你，哎呀，好好说，别动气。不见我也行，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妮妮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能不能带她到上海住几天？上海就免了吧？怎么了不？我就是想带她去上海玩几天，怎么就不行了？再说了，妮妮去不去？她还没说话呢。如果你想见她，明天我带她去你指定的地方。行，还有一件事儿，妮妮她的学校你怎么考虑的？要不把她带到上海来吧？
我家边上就有一个特别好的学校。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他上育英小学，已经定了。育英小学？那是重点，双语教学，一般孩子还进不去呢。哦，那柴海清还真有办法了啊！那好吧，明天打电话。吃饭。妮妮，走，我们回家。然后嫦娥呢，就飞呀飞呀，飞到月亮上去了，再也不下来了。然后呢？然后，他就和玉兔一起生活了呀。他为什么要偷尝生不老药呀？可能他在地球上生活的不快乐啊。难道他到月亮上去就快乐了吗？没有啊，他好像生活的更寂寞了。好啦，今天3个故事都讲完喽。妈妈，再讲3个。啊？再讲3个啊？妮妮呀，如果你天天想听妈妈讲故事呢，跟妈妈去上海好不好？为什么呀？爸爸在这里。961金色舞台之老年篇。当你老了，这题目怎么有点绕啊？啊？于桃，我们想在节目中置入老年专题。这个老年节目收视率一般都不是太好，不能说你们做一期成功了，每一期都会有反响哦。于桃，不是有句老话说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有信心能够做得更好。好，给你点赞啊！但是我还是担心收视问题啊。现在这个电视网络都在综艺节目里什么搞这个拼颜值、拼明星。于涛，颜值再高的明星也有自己的父亲、母亲和爷爷奶奶，我们可以请明星一块儿上节目吗？那制作费不就上去了吗？有些钱是不能省的，你请人家来，不能让马儿跑，还不让人家吃草吧？就是。少来这一套，有本事拉广告去。那是不是我们来广告，都给我们栏目？想得美！按台里的规定，统一执行，知道吧？哎，不过你们要真是拉这广告，在预算上，我可以放松啊。哎，那我们试试吧。行，你们这个策划案，频道领导再开会研究一下。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你们呢，赶快把这个节目的这个大纲和预算造出来给我看，好吧？好，谢谢于涛。谢谢他。不用谢。啊，老爸，给。这是什么呀？啊？我们栏目的广告策划案。市台里的一个生活小栏目，这小栏目有多大影响力啊？啊，这个啊不做。这是我做的节目，收视率还可以，而且在网上还有很大的关注度。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的，啊，让你回家来继承家业，就跟要杀了你似的。不是，你说你啊，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小编导，你干得蛮起劲儿了。你以为你老爸我心里不明白？你还不是因为那个叫沈香的女人吗？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你瞎折腾什么呀？我就喜欢聪明伶俐的女孩。人家喜欢你吧？算是好朋友吧。行了，不是，我说儿子，依我看呐，
沈香可不是你降得住的女人呐。哎，现在不是有人这么说吗？啊，说过去的女人在宫里，现在的女人呢在台里。你看那一个一个的啊，争强好胜，能说善辩的，就凭你。我劝你啊，还是远离她吧。你看人家夏婷婷，啊，多好的姑娘，温柔顺从。再者说了，人夏总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我看呢，你抓紧时间订婚。爸，我对夏婷婷没感觉呀，她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小妹妹。你别拿我的婚姻大事做金钱交易啊！你懂个屁！金钱交易？你喝西北风长大的，啊？你到底做不做？我答应你，给你们金色舞台半年的广告费。不过，可不是90万呀，就这么点小栏目，砍掉一半，给你45万就行了。不行，最少60。不是，你这孩子指甲缝也够大的你。好好好，冲我儿子的面子，我就给你60万。不过呢，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半年之内，你必须跟夏婷婷订婚。简直逼我卖身！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哎，我说你可以啊，你跟你那个富二代发小关系挺铁呀，一下子60万广告费就到手了。我办事，放心。哎，说实话，你那个发小富二代肯定是丽瑞赫的千金小姐吧？人家一定看上你了，不然不会这么大。这都被你发现了。实话跟你说吧，其实世美能记的人是我。哎呀，好可怜啊！姐姐一定好好奖励奖励你。您不来那怎么样？抠门，怎么着也得加二加蛋。行，加二加蛋，走。来了来了。奶奶，小姑。小居哎呀。呀，中学生啦。啊。对呀。你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是不是？恭喜你啊！来，没有红包。哇，谢谢奶奶。外公，我奶奶和小姑来了。哎呀，好好好，哎呀，您来了。你好啊。哎啊，好好好，你好。你现在走路更利落了。这都托您的福啊！来，快请坐，请坐。哎，哎，小菊啊。啊。快给奶奶给姑姑泡茶。我去，我去。徐伯伯，我哥嫂呢？啊，你哥啊出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啊，泡茶去啊，小姑啊，我偷偷的告诉你，我妈同意给我买 iPad 了。是吧？可是你到中学了，课程就多了，老玩那个耽误学习。哦，放心吧，我不会耽误学习的。我知道你来了好些天了，怎么没搬到这儿来住啊？你们家人多，我就不来凑热闹了。小香家挺好。还是搬到这儿来吧，这有你的儿子，有孙子。我也是暂时来住几天，这要不是小香硬拉我来啊，我还不出来的。你说我把自己的家撂在那儿，我也不放心啊。你看这边的房子还比较宽敞，啊，你过来住一点问题没有。这一白天啊，孩子们都上班去了，都走了，就我一个人在家，咱们2个老人在一起，还能说说话，聊聊天。那倒是，不过呢，小香啊给我报考了那个老联大学，哎呦，那个学校的课程可多了。我报考的是书法班，一天要练习好多字呢。好，好，那可以拿到这儿来写呀。哎呦，您不知道啊，我那几个字啊，他每天都要练习很多的，写着写着，我这个墨汁啊，就弄得到处都是的。徐丽呀，
爱干净，我呀不给他添乱。没关系。我来，我来，我来。妈，我礼物呢，妈？妈，我礼物呢，妈？我嫂子回来。妈，哎，小香，什么礼物呀？妈，平板电脑呀。没买。那我自己去买。小居啊，你刚刚考上中学，要平板电脑干什么？不就是想玩游戏吗？小心把眼睛看瞎掉了。你们这些大人太讨厌了！说好要给我买的，只要我考上好的初中就给我买 iPad， 可是又临时变卦了。喊什么喊？你考试是给我考的？你们这些大人都是骗人的，都是骗子！哎，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小菊，锁什么门呀？不要管我，骗人！哎呀，不要管我！骗人！我告诉你啊，小菊，这个平板电脑它不是一个好东西，知道吗？很多小孩子就是玩这个，玩物丧志。现在数3下啊，数到3你再不出来，你就永远不要出来。1、2、3。许丽，你们既然答应孩子了，就给他买吧。你看把他气成什么样子了？妈，你不知道，他本来就爱玩游戏，我要是再给他买了平板电脑，他的学业肯定会耽误了。哎，你跑哪儿去啊你？怎么了？你儿子跑了，去把他找回来。这孩子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小菊跑了。嫂子，咱出去看看吧。哎呀，走吧，妈，我们出去吧。真是的，给孩子承诺了，那就得算数嘛。哎呀，这小菊也是的，你看看，没有得到一样东西，就跟天塌下来了一样。这种脾气，将来这社会上能干什么？他们也是的，干嘛惹他生这气呢？小菊啊！小菊！小菊！叫你不给我买 iPad， 打死你们！叫你不给我买 iPad， 叫你不给我买 iPad。我在这儿住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小菊是非常听话的孩子啊，怎么现在要上中学了，变成这样了？这都怪他爸，怪他妈，说话不算数。沈月小的时候啊，就非常懂得体谅父母，绝对不会因为得不到一件东西而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怎么一点都不像他爸呀？嗨，现在的孩子啊，跟那会儿可不一样，独生子，宝贝着呢。在家里当宝贝，到社会上别人可不把他当宝贝了，搞不好就会栽大跟头。你看，今天做了一桌子菜全凉了，都去找他了。这孩子也太不懂事。
嫂子，我们干嘛到这儿来找啊？他呀，他经常喜欢到这儿来玩。小菊，小菊，给我站住！小菊，哎，别爬！哎呦，小菊，你别爬！来追我呀！想追我，门都没有！啊，对不起啊，爸！站住！有什么事儿啊？就往外跑，都气死我了！你们才气人呢！说好的只要我考到好的初中，就给我买平板电脑，结果都是骗人的。不就一个平板电脑吗？你至于这样使性子吗？跟小姑娘一样。那你怎么是说我妈和你呢？行了，这事回家再说。看见你妈和你姑了没有？没有。徐丽啊，你们在哪儿呢？小菊在我边上呢。啊，妈。来。坐这儿准备吃饭。我先把菜拿去热热啊。还吃呢，气都让他气饱了。养儿子养出个冤家对头来。既然是冤家对头，那我就走。哎呀，行了，小祖宗，别闹！你让他走，让他走！我告诉你，沈小菊，我可不欠你的。嫂子，就是你欠我的。小菊，你怎么这么跟你妈妈顶嘴啊？上楼。好了好了，就让优秀教师去对付他吧啊！我问你，你要的这个平板电脑，对你学习有帮助吗？有。怎么个帮助法啊？里面可以下很多学习软件，用起来特别方便，可以提高我的学习成绩呢。哦。那教育局有没有规定啊？杭州中学的中学生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平板电脑，否则的话呢，就没法学习了。那既然教育局没有规定要父母去买这么贵的一个平板电脑，我觉得他们也没有错，奶奶完全支持他。奶奶，你不能是非不分呀！奶奶呀，是非分得很清楚。今天你爸妈失信了，没有给你买平板电脑，是他们的不对。可是你今天这个态度，你觉得你对吗？啊，你看看，你就大吵大闹，然后就离家出走，弄得一家人为你担心。你一点都不像你爸，更不像你爷爷。你知道你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一生啊，克勤克俭，艰苦朴素，从小学到中学就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那他哪里来的钱呀？他到山上去挖草药卖钱供自己读书啊。后来他更加的努力，考上了大专了。毕业之后啊，他分配到我们的县里，成为一位优秀的工程师啊。再说说你爸爸，你爸爸从小到大，小学是3好学生，中学是3好学生，大学更是优秀生。还有，他对你爷爷奶奶，别说像你这样给你爸妈使性子了，就是顶嘴都没有过。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啊，父母亲拉拔他不容易，他知道感恩，他知道爸爸妈妈赚钱不容易。你看你今天
考取了好的中学，全家都为你庆祝。结果你呢，就因为没有得到一个平板电脑，你看看你闹得大家都没有办法吃饭。你这样做对不对啊？奶奶，我错了。那你是不是要做爷爷的好孙子啊？嗯。做爸爸的好儿子啊？嗯。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好，一会儿啊，下楼道歉，我们就好好吃饭。嗯。爸妈，我错了。哪儿错了？我不该离家出走，然后你不买就不买，我自认倒霉。自认倒霉，说明还是不服气啊！啊，好了好了，小菊以后自己赚了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对不对？妈，快坐。小菊，吃饭了。来，坐着吃饭。来。老公，怎么？出水芙蓉啊？天太热了，我冲了个热水澡，你也去冲一个吧。啊，行，我一会儿就去啊。老公，就现在，走啦。好，我把邮件发了，我就来啊。等你哦，快点哦。老公，快点哦。老公。坏蛋！老公，咱们今天不用这个，咱们生个孩子吧。要个孩子？我说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原来早有预谋是吗？我哪有？老公，老公，等会儿，怎么回事啊？老公，我都快40了，再不要孩子的话就没机会了。咱要个孩子吧，啊，我给你生个儿子啊。等会儿，亲爱的，听我说。不要孩子，是我们结婚的前提。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就商量好的，怎么现在就开始变卦了呢？翟爱卿太固执了，妮妮的抚养权我可能要不回来了。哎呀，人到中年，事业为重。你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女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重，宝，听我说完啊！等一下，听我说完啊！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女性，作为一个伟大的灯光照明艺术设计师，你不能把所有的心思只花在养孩子、生孩子上吗？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女人心吗？如果这个女人真的一心一意爱着这个男人的话，她真的特别想给这个男人生一个孩子。这我都理解，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啊，什么都不多，就是人多，尤其是中国人。所以呢，咱们呢还是好好的可怜可怜这个地球。可是老公，你知道吗？等老了，有个亲生的孩子在你身边关心你、照顾你，那多好啊！老了以后就进养老院，我们没必要把现有的精力和金钱花在孩子身上，作为养老的交换吧，对不对？那我把妮妮的抚养权要回来。怎么又来这套啊？少给我找事儿啊！自私鬼！老公，我昨天一晚都在想，你哥和你嫂子在教育孩子方面啊，用心不够，方法不对。是啊，你看昨天小军闹脾气，谁拿他都没辙，最后啊还是您给他制服了。那当然了，我是谁呀？我是他奶奶，他当然该听了。不过小香啊，我觉得你哥啊，最大的失误就是不应该住到老丈人家去。当然了，他要伺候老的，我也没有话说。可是，他不能把我孙子耽误了。妈，那你什么意思呀？徐家惯孩子，教育不得法，你没看出来吗？小菊他舅舅徐庆，一点都不求上进，一缺钱花了，就来找他爸借钱。这老头可好，儿子一开口立马就给。这儿子又不孝顺，你说小菊在这个环境成长能好吗？这爸妈说话又不算话，说买东西不买，你看看他昨天闹的。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啊，这小孩子是会情感敲诈的。怎么办呢？唉，愁也没有用啊！难道你想让我哥嫂搬出来过呀？那就算搬出来过，那当家的还是徐丽，她想干嘛就干嘛。我哥那么厚道的，他说话也不顶用，不是？哎呀，没错。所以好啦，不要瞎想了啊，自己好好休息休息。我走了。好。开车小心啊。哦，有事给我打电话啊。老公，哎呦，哎呦，哎呀，怎么在这儿碰见你啊？哎呦，大妹子你好啊！好啊。你这上哪儿去了？我买菜，你呢？我到图书馆借书去了。你看我借了多少本书啊！哟，没想到你还喜欢文学呢。实不相瞒呢，我从小就想当个作家哟，也喜欢写点东西。可那时候工作了几十年，每月上班挣那点钱，就为了养家糊口，把我这点爱好全磨没了。现在好了，退休了，没人管了，自由了啊！我就开始补课，恶补，读书啊，写作呀，摄影啊，哎呦！我告诉你啊，我的散文啊、诗啊，好多作品都登在报纸上了。哎，还有照片。哇，你这个兴趣非常的广泛，了不起啊！你没什么了不起，都是业余水平的。哎，但是内心充实，快乐。很好。对，今天走一走。好，陪你回家，陪你去走一段。谢谢。现在，我觉得大城市的老人呢，爱好特别多。你看，我女儿给我报考了老练大学的书法班，哎呦，学习的人还真多啊。
那当然了，现在不都说嘛，叫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哎，这就是对咱们老年人说的。意思就是说呀，现在咱们老了退休了，但并不等于就退出生活的主流了。是。啊，对了，美国有个摩西奶奶，你知道吗？不知道啊。日本还有一个100岁的女诗人，你知道吗？哎呦，他们都是70多岁以后才开始艺术创作的。哎，你上网一搜就出来了。哦，我可不想有什么名，只是太闲了，找个工作做做。但是，光想找点事情做那可不怎么好。我跟你说呀，你说你为社会工作了几10年呢，现在退休了，老了，那就应该坐下来，静一静，想一想，到底需要什么呢？到底做些什么才能使自己从心里快乐起来呢？哎呀，我老伴儿去世了以后啊，生活没了重心。哎呀，哪里还快乐得起来呀？哎呀，这个过程我也有啊。我老伴去世以后，我痛苦的都想自杀。可一想，人总得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吧，自然规律，对不对？想明白了，我就把它放下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走路，走啊走啊。哎呦，我发现了生活当中好多美好的事情。那就记录下来呗。我就开始学摄影，啪啪啪到处照，什么西藏啊、云南呐、山崖呀，像飞了一样，真好，锻炼了身体啊，记录了生活当中的美好时刻，多好啊！我觉得，摄影倒是一条正路。你看，70多了。还跟着年轻人一样到处乱跑，你不累啊？哦，写作是静啊，走路是动，摄影是美，这一静一动一美，使我这个70岁的人，有了50岁的心脏，有了30岁的心态。20岁的衣着。你说的对。穿着年轻了，心里就年轻。哎呦，你看你这穿的有点老气横秋啊。这还老气啊？你瞧这颜色不是挺鲜艳的吗？你喜不喜欢文学？我呀，我以前嘛还喜欢看看小说什么的，现在呀没那个闲情逸致了。对，我最近呢。写了一篇怀旧的散文，还配有我拍的照片。哎，有时间你可看一看。哎呦，我可没那个水平。你看，你帮忙吧，你多给我提点意见嘛。那就让我学习学习吧。怎么给我呢？你家离这儿近不近呢？不远也不近哦。好，那好。那咱们就是约定了啊。我后天下午去还书，还在这个时间，就在这个地点，啊，我等你。好吧。同学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做几道题目，其实呢也不是很难，会做的举手好吗？好。3加6加1等于多少？好，请这个小朋友。10。等于10，对吗？对。非常棒。我们再来一题。2加2加2等于多少？妮妮，上课坐好。妮妮，你怎么啦？老师，我头晕。头晕啊？哟，这么烫啊！我给你爸爸打电话去。
妮妮，别睡，跟爸爸说，肚子疼不疼？不疼。想不想吐？我。你昨天和今天，除了吃家里的饭还吃什么了？昨天放学同学给我了一个西红柿。你没洗就吃了？妮妮，妮妮。 喂？什么？黎黎住院了？哦，那妈妈来了，妈妈来了，还在发烧呢。幸亏发现的及时，这种急性中毒性疽裂非常危险。如果病毒进入血液，再进入脑细胞，就算救活了，也会致障。现在各种措施都用上了，病情也控制住了。妈，放心吧，不会有后遗症的。真是太危险了。妈，别担心了，妮妮有海清哥的，不会有大问题的。你呀，赶快去打电话给你姐。你看，妮妮都病得住院了，叫她马上来啊！知道。喂，姐。妮妮，她得疾病住院了。喂，小香，我已经请好假了。马上去杭州，到那儿再说吧。我去接你。不用了，我自己开车去。你把病床号发给我。啊，行。我今天不能回家了，我女儿生病住院了，我现在往杭州赶。那你应该事先跟我说一声啊。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我现在心里特别慌，我跟公司请假了，我现在去的路上呢。行吧，那你去吧，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知道，别自己吓唬自己了，没事的，一路平安。哎，沈香。哎，你好，姐夫。妮妮怎么样了？哦，她昏迷还没醒呢。我刚从医院出来，回台里来上班，妈还在那守着呢。哦，什么病那么严重啊？是急性中毒性痢疾，是挺严重的。我姐不是要过来吗？她没跟你说啊？她跟我说了，我就是打电话来慰问一下。哦，谢谢你关心啊！妮妮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挺高兴的。嗯，拜。哎，啊，拜。说这么两句就挂了，是不是真关心啊？腐皮老草。海清啊，你得回去跟你保姆说，餐具用具都得赶快消毒啊。妈，你现在知道啊，
这病菌的危险了？我当然知道啊，以前我们学校有个同学啊，他也得了这种病，因为没有及时得到诊断治疗，就没有抢救过来。哎呀，我一听说您也得了这种病，哎呦天哪，我吓得腿都软了。昨天去学校接他，看他嗓子也不红，然后发这么高的烧，肯定不是感冒。后来一问，原来是昨天吃了同学给的小西红柿，问题就出在这儿了。病毒潜伏了1个晚上，今天一早爆发了。他现在能吃什么？要不要我去给他做一点？妈，他现在什么都吃不了，您先回去休息吧，今儿有我的。我在这儿待着，你工作忙呢，你去。妈，这医院病菌多，您还是先回去吧。想妮妮了，明天再过来。那好吧，那你得好好的看着。对，我送你。海清啊，我一想到妮妮这身体啊，你看她身子骨又弱，又没有母亲在旁边细心的照顾她长大，我这心啊就像锥刺一样疼。他要是个男孩子，那也好带呀，是不？可是我们妮妮偏偏是个女孩子，哎呀，带法就不一样了。她越往大长啊，担心的事情就越多。妈，您放心吧，我会尽我所能，让妮妮健康成长的。我怎么能放心啊？你说这个梅子，哎呦，我都懒得说她了。哎，依你估计，妮妮要多久才能出院呢？哎呦，你这做爸爸的可得担心的照顾着啊。你有什么事吗？你好，我是婵妮的妈妈，我来看看我女儿。妈妈啊，我刚从上海赶过来的。啊，你稍等一下啊。哎。放上吧。妮妮，妮妮，妈妈来了。哎呀，醒了，太好了！妮妮一直高烧嗜睡，听见妈妈的声音就醒了，真是太神奇了，真是母女连心啊！灌肠输液，药物起作用了。你怎么生那么吓人的病？吓死妈妈！妮妮，还难受吗？妮妮真乖，坚强啊！
秦哥，我姐刚到吧？你怎么来了？老妈的任务必须完成啊！她给妮妮精心熬的米汤，说是怕等妮妮醒来也是饿了，想喝2口呢，让我给送来。妮妮现在根本吃不了，留给你姐吃吧。一会儿你先陪你姐回去，我在这儿留着。鑫哥，你就让我姐留在这儿吧。也好。你不走啊？不了，本来我今天跟别人换了班，现在你姐守着，我又换回来了。妮妮生病，在医院里面待着，我心里踏实点。海清哥，自从你跟我姐离了婚，你们2个说话就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吗？先不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是看在妮妮的份上，你们2个也要和睦一点才好呢。小夏，有很多事情你不清楚。有什么不清楚的？你跟我说。行了，以后再说吧。干嘛改天说啊？现在就说呗。你明天要上班，早点回去吧。哎，那你就简明扼要的挑重点，要不然我老稀里糊涂的不清楚，又说错话办错事儿的。行，等妮妮病好了，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聊聊。今天不行了，我得接班去。那好吧，一言为定。回去吧。那我走了，明天再来。妈，你这么早起呀？哎呀，我也睡不好啊，我担心妮妮。妮妮现在肠最脆弱，她必须喝这个慢火熬出来的米汤。外婆的爱心粥，形容的到位。好香啊，妈。这种米香味想起小的时候家里的味道。困了就再去睡一会儿。上班的时候啊，绕一下医院，把我带过去啊。为了妮妮全家出动，不睡了。我干点什么好呢？妈新买的橙子。那我给姐和海星哥杀些橙汁吧。妈你去住院部吧，我把这个给海星哥送过去，我去上班了。哎，不是讲好看妮妮吗？这孩子啊，不看妮妮跑去观察海清。哎。
不好意思，吵醒你了。小夏，你怎么来了？你昨天工作到很晚吧？哎，有个手术，凌晨5点多才结束。我送妈来，顺便给你带了份早餐。医院食堂有早餐，用不着给我带。那可不一样，这果汁是我今天早上现榨的，你补充维生素，对你这种熬夜的人最好了。你赶紧喝吧，我上班去了啊。哎。 拜拜。我觉得你还是回家把那东西吃了，然后休息一下，啊？吃完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不了，我得赶紧去医院。妮妮在那儿，我不放心。现在知道不放心了，早干什么去了？妈，我知道你要说，但是我跟柴海清都已经这样了，别说我们回不去了，就算回去了，到头来还是这个结果。我这么都明白了，海清，她对你怎么了？ 他打你了，害你了，坑你了。妈，你从来都是向他不向着我。大是大非面前，谁对我向着谁？离婚这件事情，哪有谁对谁错的？行，不吃了。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妈，妮妮还在医院呢。 您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啊？啊！我给你添乱？要不是我让小香打电话给你，你怎么知道妮妮现在病得有多重？你怎么会站在这里？这还不得怪柴海清啊！她根本就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还非得跟我抢孩子。哦，海清没能力，让她把妮妮从3岁带到7岁，你呢？你尽心了吗？都说母亲伟大。 并不是因为你生了他你就伟大，你是要付出心力的。怀胎10月不过就是300天，你要把一个孩子培育成才，那得付出一辈子。我不是一直想要妮妮的抚养权吗？这您知道。那你把妮妮的抚养权要回来了，那个大卫认不认？他能怎么着啊？不认也得认。 那你跟他商量过了吗？我看他是不认。我们商量过了，他只是还要考虑一下。考虑？哼，那就证明他根本就不要妮妮。妈，这柴海清要是给妮妮找个后妈，那更可怕。那我告诉你，柴海清向我保证，妮妮18岁以前，他绝不结婚。妈，您也
也太天真了吧？他说这话您都信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像他这种事业还算成功的男人，正是女人猎取的对象。再说，那个医院里面一大堆女医生、女护士，他说到能做到吗？你真是个糊涂蛋的，不识好歹的东西。我是不是你生的？你不是我生的，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呀，你就得意吧，不知天高地厚，将来有的你哭的。我就算是个猴子，那也是你跟我爸没教化好。你连你爸都敢污蔑了？又没有爸，又要他！妈妈，我错了，我错了！哎，你抄起啊，抄起！我错了，我错了。妈，我真得去医院看妮妮了啊！走了。喂 ，Hello， 你在哪儿呢？我在医院啊，有事吗？我在杭州。你来杭州了？来出差啊？我来看你啊，今天是周末，明天我就回上海了。你是来看我，还是不放心我啊？你猜呢？你女儿怎么样了？你现在才知道问啊，真是。妈，我特意来看你，你还不满意？满意满意，谢谢了啊。我女儿已经从隔离病房出来了，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哦，好了，那我们见面再说。嗯，好，那你先休息。来。妮妮呀，跟妈妈结婚的那个叔叔专门从上海来杭州看你来了，高不高兴啊？不，我不要见他。妮妮啊，妈妈呢，一直特别遗憾，就是没有能到国外留学深造。以后，妈妈跟叔叔一定带着你去国外留学，好不好？我不要去国外留学。妮妮啊，你还小，你不懂。人要有大志，才能有大作为。就像你爸，窝在杭州那个地方，能有什么发展啊？不是从家到医院，就是从医院到家里，这样一直到老，人生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我不要离开爸爸。妮妮，你看过动画片里的小鸟吧？小鸟长大以后都要飞开鸟巢的，这样的话才能飞上天去啊。人也一样，人长大了也得离开父母，离开家。像妈妈、小姨、舅舅10几岁就离开外公外婆，到大城市里去求学、工作了，守在父母身边一辈子，能有什么出息啊？是不是？我不要离开爸爸。想不想我啊？想。你有没有想我？你猜？说实话。当然想你了。这2天我都快累死了。哎呀，累得我都快崩溃了。哎，赶紧，先去洗澡，
在医院待了好几天，肯定很多细菌的，啊。你让我躺会儿吧，啊。先洗个澡，再好好躺啊！来，快快快！我都忘了，你是个有洁癖的人。哎呀，这2天不是在医院陪护，就是在小香家凑合一晚上。好久没洗过一个热水澡了。住这种事儿怎么能凑合呢？比方说我就从来不愿意住别人家里。你也不愿意让别人住咱们自己家是吧 ？Of course。等你啊。妮妮有点小脾气，大病了一场，蔫蔫的没精神，不太爱说话，你别在意啊。没关系，小孩子嘛。哎，今天是不是能见到你前夫啊？妮妮脱离危险以后，他就很少露面了。哦，那你的意思是前段时间你们一直在一起守着妮妮？瞎猜疑什么呀？不是我猜疑，主要是因为你，这7天才给我打2个电话，让我不得不多想。你不是也没主动给我打吗？我是怕万一你们俩真的在一块儿，那不是打搅到你。我还真以为你大老远跑来是关心我和我女儿呢，切，还是怀疑我，还是不是个大男人？那是因为爱你嘛。走。我介绍一下，柴海清，这位是戴维。啊，久仰大名，我是特意来看妮妮的。什么呀？你要带妮妮晒太阳的话，时间别太久。哦，好的。妮妮，爸爸上班去了。叔叔好。妮妮好。那个住院怕不怕？不怕。啊，那打针呢？我从3岁起打针就不哭了。啊，真勇敢。真棒。来，那什么，这空气不好，带妮妮出去坐坐吧。出去坐一下好不好？好。妮妮乖。喂。喂，海清哥，那个妮妮什么时候出院啊？医生说再观察一下。可能后天出院吧。阿弥陀佛，太好了。那个妈让我问问你，妮妮想吃什么？她做好了让我送过去。跟妈说不用麻烦了，妮妮现在只能吃流食，阿姨也做好送过来了，一热就能吃。啊，对了，你姐带她的新任丈夫来医院了。啊？大卫来了。大卫来了。哎，你姐怎么了？不跟我们说一声啊？是我们也不知道呢。那你见着他了？印象怎么样？不怎么样。别挑事儿。那行了，不说了。我妈叫我别挑事儿。好吧，这样啊。再见。哎妈，史大卫这次表现不错哈，竟然特意来探望妮妮。
是不错，还算懂事。见到海清了吗？而且相当的不感冒。哎呀，冤家路窄，冤家路窄。妮妮啊，你该回病房了，不然护士阿姨找不到你了。妈妈带我上去。你送他上去吧，我在门口等你。那行，跟叔叔再见。叔叔再见。再见。走。哎，来。妮妮啊，你喜不喜欢戴维叔叔啊？不喜欢。为什么呀？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真是有其父必有其母，小倔头一个。妈妈，我不想让你回上来海，我不想让你走，我想让你一直陪着我。我不想离开你。妮妮啊，妈妈也愿意一直陪着你。可是妈妈的家在上海，工作也在上海。等过一段时间，妈妈一定把你接到身边来，陪着你长大，好不好？那爸爸呢？我也不想离开爸爸。这件事情，等你出院了，我们再商量，好不好？生我气了？真是多此一举，在家干点什么不好，非得来这儿看你前夫的脸色。你怎么是看他脸色呢？你是来看我跟妮妮的，你又不是来看他的，难道还想让他张开双臂欢迎你啊？我真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呀！你前夫挺有礼貌的呀，我真想象不出来你跟这样的人还共同生活过。所以过不下去就离婚了嘛。其实说实话，他人本质不错。还本质不错，你还念着他的好？我没念着他的好啊。他这个人挺死板的，脾气倔倔的，有时候做事特别不合情理。戴维，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棒，真的，还主动伸出了手，不像他那些举动，真的。Stop！ 我不希望再听到你拿我跟他做比较。好，好，好，我不说了啊。只要我拿到了妮妮的抚养权。怎么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呢？我是妮妮的妈妈呀。你看看，这次孩子得了这场病，多危险啊！我虽然表面上骂柴海清没有照看好孩子，其实我心里面挺自责的。我觉得我这个当妈的，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那又怎么样呢？后悔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你别生气嘛。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我一个人在病房里守着妮妮，我看着她的小身板，挂着吊瓶，我半夜的时候老去摸她的鼻子，就怕她没有呼吸了。真的，我心里特别的害怕。David，我挺感激你来看我女儿的，我心里面记你的情。可是，你能不能接纳她，给她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啊？戴维，你难道就不给我一个机会吗？这个问题我再三跟你声明，我娶的是你，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任何孩子。我不希望我们俩的世界进入一个孩子来打搅我们。你不要逼我 ，OK？ 我告诉你，史大卫，
女儿的事情我不会再求你，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你说的吧。谁是史大卫家属？我是，但是我老公。 B 超显示皮破裂，已经出现出血性休克，需要马上输血和手术，请办一下住院手续，交一下押金。手术。车给撞了，脾脏受伤，在抢救室抢救。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去交费。哦。哎呀，这家人是撞了什么鬼了？哎呦！梅子，梅子，怎么样？妈。 戴维皮破裂，马上要做手术啊！那现在谁动啊？正商量呢。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当然是海清动啊！我也建议柴大夫做，他是我们医院外科第一把刀。不行，不能让他做。妈，你没看见他在妮妮病房对戴维那个态度？戴维向他伸出手，他理都不理。戴维一直抱怨我，他们两个人简直就是冤家对头。我不相信他会救戴维。现在是医生和病人。 如果海清见死不救的话，他够资格称得上是外科一把刀吗？妈，你跟他说也没用，他的脾气性格我太了解了。你不了解，你还了解？大夫，请问你现在柴大夫在哪儿？我去找他。他正在做一个小手术，很快就好了。我的建议是找一个外科主任级别的专家。柴医生就是我们主任。妈。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你快点救救大卫吧！大卫怎么了？120送来的，皮破裂，已经出现了出血性休克，刚才已经输了血。妈，大卫伤得非常重，必须马上手术。你看这个，如果同意的话，在上面签个字吧。快签字啊！快点，救人要紧啊！ 谢谢你啊！这下好了，只要海清上手啊，大卫就有救了。
姐，姐夫进度多久了？2个多小时了。报案没有啊？报了，可是当时我只顾着救戴维，车牌什么的都没看见。那车主呢？你总见到了吧？他戴着头盔呢。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撞成这样啊？在医院门口要是打车就好了，可是戴维非说要走一走，说着说着我俩就吵起来了。他自顾自地往前走，就被撞。你呀，人家史大卫好不容易来看你，你跟人家吵什么呀？你看现在好了吧？不但撞了，还挨上一刀，太不懂事了。行了行了，谢谢。是，大夫，他怎么样？哦，放心吧，手术很成功。我们先去病房吧。谢谢。海清哥。小霞，你来了。清哥，谢谢你。我觉得，医生刚从手术室里出来，样子就像战士刚从战场上下来一样，特别美。手术成功了，皆大欢喜；手术不成功啊，你看到的就是灰头土脸的败将一个。史大卫受伤，多亏你不计我姐前嫌。一码归一码，医生的职责呢，就是救人。这不仅仅是医生的职责吧？我觉得你的事情可以上我们台的新闻频道说道，回头我让记者来采访你。那绝对不行。为什么？这是宣扬社会正能量，你应该支持啊。我不是不支持，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事不应该拍到电视上去吧？这不是家事，你现在又不是我姐夫了。我现在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要报道一个医生的高风亮节。什么高风亮节？被你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对我来说，手术就是手术。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去忙别的了。哎，海清哥！哎，海清哥！我想回头等妮妮的病好了，史大卫的伤也恢复了，我找个好玩的地儿，咱全家一起聚一聚，一是庆祝他们恢复健康，二是感谢你。算了吧，我可不想跟你姐还有姐夫坐在一块儿。哎，那就我跟妈，你跟妮妮，你看行吗？行，你说了算，你安排吧。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好。真像个战士，好酷！姐夫还没醒啊？哎，真可怜，兴冲冲的来，结果遭这么大的罪。幸亏柴海清给他动了手术。你们也是柴大夫给做的手术啊？对啊。柴大夫这人真了不起，有医术也有医德。你也是他动的？是啊，我是胆管结石，差点没命。哦，柴大夫啊，不仅是医术好，医德还好。他刚下了手术台，一看我女婿啊，进了急诊室，
他马上就又进了手术台了。妈，那是你求了他了，好不好？梅子，你怎么说话呢？人家海清的人品放在这儿，就算妈不求他，他也不会见死不救的。你现在把你老公给救活了，还嘴硬，你心里不服啊？他的技术我是相信的，但是我没想到他那倔脾气竟然能救戴维。赶快谢谢人家。我刚刚已经口头上感谢过他了。他说啊，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哎，你们人怎么这么多啊？不好意思，你们人太多了，这里只能留一个人陪护。妈，那我留下。哥，你们都先回去。那陪护有没有租的折叠床啊？对不起啊，我们晚上不允许家属陪护的。哎，那怎么行啊？他还动不了呢。没关系的，我们有护士，还有护工呢。哦，那你在这陪，反正妮妮也快出院了，我给你替换。那行吧。梅子，有事打电话。啊，那我走了。妈，慢点啊，没事。你好好照顾他。梅子也真够倒霉的，先是女儿生病，又是大卫住院，这一头扎进医院里走不了了。妈，把你累得也够呛了。生老病死，哎呀，谁能算得到？妈，我先送你回家，然后一会儿出去办点事儿。不用了，你顺道送你哥回去吧，我自己回去。那妈你别累着。好。有事打电话啊。戴维，你醒了？怎么了？伤口疼吗？怎么了这是？那个骑摩托的混蛋把你的脾脏给撞破裂了，幸亏送到医院及时，医生给你做了脾脏的修复手术，特别成功。只要不感染的话，10天就可以出院了。这不都是因为你？是啊，都是因为我，所以我现在特别内疚。联系我单位了吗？我给忘了。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啊！这一期的专栏是我来负责，这一下不全完了。那有什么办法吗？我打电话跟他们说。都这个时候了，说了有什么用？还能有什么办法？哎，大姐还没回去啊？我马上就走啊！戴维，这里晚上不让陪住，我明天一早过来看你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女儿去哪儿了？
出院了。出院了？啊？不是后天吗？我也不知道，他爸来了就提前把他接走了。啊，谢谢。啊，没事没事。喂，柴青，你什么意思啊？妮妮出院了，你连医生招呼都不跟我打，你算什么呀？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一个当妈的感受？你这是在往我心上插刀子呀！你别那么激动好不好？我就是为了你着想，才提前接妮妮出院的，把剩下的针在家里打，省得你两头来回跑。你就算是为我考虑，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跟我打声招呼？你想控制一切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啊？怎么了？说到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说话了，成哑巴了？妈妈，妮妮啊，刚才妈妈去病房看你，可是你已经出院了。爸爸没有跟妈妈讲，所以妈妈很生气，你知道吗？爸爸说叔叔受重伤，让你去照顾他。妮妮，妈妈最近要照顾叔叔，等叔叔伤好了，妈妈就去看你，好不好？好。妈妈，你要多休息，多吃饭，不要累倒了。妮妮真棒，妮妮真乖，好孩子。你在外面吃东西也要小心一点啊，就算要吃的话也要洗干净。你真是妈妈的好宝贝。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啊！记住了。妮妮，那妈妈下次再去看你啊。妮妮乖。妈，回来了。吃饭了没啊？哦，没呢。小香呢？拍片去了。哦，明天才回来呢。哦，我去给你下碗面。哎，妈，别弄了，我什么都不想吃。哎，大卫怎么样？还行吧。一醒来就让我给他单位打了个电话。本来吧，他就是过来看看我跟妮妮就回去了，结果，他现在对我满肚子怨气。去，这事怎么能怨你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这种事，那谁能料到啊？哎，对了，妈，妮妮出院了，您知道吗？知道啊，柴海清打电话告诉我了。什么时候啊？晚饭前。我刚才回来之前，我去病房看妮妮了，结果呢，人去床空。你说她出院了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个柴海清就不对了，最起码他应该通知你一下。就是啊。不过，我想他可能是告诉我了嘛，想着我说不定会告诉你呀。行了，妈，你别替他辩护了。本来吧，我对他还挺感激的，觉得之前对他有些歉意，现在别说歉意了，我连感激之心都没了。那你这个人就太没有良心了啊！人家柴海清刚刚动完手术，连休息一下都没有，立马又进手术室救史大卫了。他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手术机器人，他救谁都是救，只是完成一项任务而已。怎么这么说话呢？哦，就没有给你打个电话？
你就把人家的公鸡全给抹杀了。做人不可以这样的。在妮妮这件事情上，我真是越想越气。你们这两个人啊，你看看以前多好啊，现在就跟仇人似的。柴海清嘛，就是个闷葫芦，不过人家人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啊，做了好事也不得好。他活该。哎呀，这叫不是冤家不聚头。感觉怎么样？还行。恢复的不错，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谢谢你啊，陈医生。好好休息。哎。我来听听你的心肺功能。注意观察他的血压，防止病毒感染。好的。他是一点东西都不能吃吗？不能。静脉高营养液已经足够了。好好休息吧。我的手术就是他做的。啊，是啊。这么大一个医院，只有这一个大夫，非得让他给我做手术。他是外科最好的医生，是妈求他给你做的手术。虽然我不愿意，但是说句公道话，是他救了你。好了，你什么都别想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伤养好。好点了吧？看看你，好心的来看妮妮，结果遭那么大的罪。哎呀，还不能吃东西吧？还不能。哎呀，你说这个大城市就2个多，一个呢是车多，这好不容易走着走着，他就忽然钻出来一个车把你给撞了，你看。还有大医院的人多，哎呀，一到门诊呢，哇，就跟排长龙似的。
那到了住院部探视病人的时候，就跟赶集似的。妈，要不要吃水果？我给你削一个。小香外出拍摄回来了吗？大概快了吧。啊，妈，您坐会儿。哎。吃。你吃点，对自己身体好。你现在又白白的挨了一顿。我和你结婚开始就一直在倒霉呢。对不起，我知道你伤口还疼着，心里面又有气，但是咱们再坚持2天好不好？我坚持不了。到了杭州开始，我就没有一件事顺过，现在还要受这种苦。你要是吃不惯外面的饭，我回家给你做去。你直接回家，你不用再来了，我烦着你。你总得吃点东西啊，不然营养跟不上。想妈妈吧？好，过去叫妈妈。哎呦。大卫明天准备出院了。啊，妈，明天一出院我们就直接走了。哎呀，回去吧，你看看，接连2个人住院，可把你折腾坏了。妈妈什么时候来看我？等叔叔身子再养一养，好一些了，妈妈就来看你，好不好？来，哎呀，看看，这是妈妈给你买的书，喜不喜欢？喜欢。梅子，见到海清了吗？来查过几次病房。他和大卫的关系怎么样？我说你临走之前啊，去谢谢人家海清，要不是因为他，大卫哪那么快康复出院了？好，我知道了。行了，去交费取药吧。啊。我有话跟你说。坐吧。谢谢你啊。没什么可谢的。在我的手术台上，就都是我的病人。这我知道。你呀，也别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我感谢你是感谢你的医德和技术，没有别的意思。啊，还有，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谈，就是……你想感谢我的医德和技术，我接受，别的免谈。这个必须谈，海清。这次你得这么严重的病，我不怨你了，我怨我自己，我反省我自己，是我这个当母亲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你能不能让妮妮回到我的身边，由我来照顾她？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跟那样的男人在一起，让我的女儿叫他爸，这可能吗？妮妮可以不叫他爸爸，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可以叫他叔叔。叫什么都不行。我不能让妮妮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事儿以后不要再说了。
姐姐夫，啊，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吗？都办好了，就等你呢。那咱走吧。姐夫，车就停在楼下，妈在车上等你们呢。你们先下去，我有点事儿，办完了我就下去。行，那你去吧。东西给我。没事儿，我来吧。你慢点啊。 要按时吃药啊！谢谢医生，谢谢。海清哥，小香，你来接他们了？一会儿直接送他们去车站。我来是要问你，上次我说我做东听两家人聚一聚的事儿，你选好地儿了吗？我觉得就别麻烦了。那可不行，老妈也有说过。那好吧。 明天周末我们去郊游吧，正好我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度假村，让妈和妮妮出去散散心。那太好了，那行，周六一早我开车去接你们。行，那具体电话联系。我走了，拜拜。在心中该怎样说出口？我曾经保留的那些真实感受。妮妮，出去玩，出去调皮条带，好不好？好。是否能够到最后，或许就此慢慢松开你的手。 整个世界都寂寞，我还能拥有什么？到底该如何取舍？是对或错？又让我只为爱而迷惑，不要剩下我一个，为了每一句空空的沉默。整个世界都。 寂寞，又有谁会在乎我？到底应该去抉择，还是对错？难道要让你我都沉默？最后剩下我一个，还在幻想着，也许有一个梦温暖着我。